十二花神落人间，一半风雅，一半仙。花作为天地灵数之所钟，日日有花开，月月有花神。在中国最早的神话故事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12花神，分别对应历史上的不同女性，代表着不同的传说。如果能把这么有意境的画面做一套12花神油画棒的日历，那该有多棒啊！在看了991张照片之后，终于设计完了12款花的造型。我叫陳樂時，一個鍾意下廚嘅女仔。第一次畫油畫棒，雖然我是個美術生，但是也好久沒有畫畫了。掌握感覺後還挺簡單的，即使是新手也可以很快的上手。你們練多2遍就可以畫得很好了。1月是梅花，2月是杏花，現在我畫的是3月的桃花。可以利用牙籤挑出花瓣的紋理。很多人說油畫棒最難的是做立體感，其實秘訣就是要捏一捏，把空間感給捏出來。我們中國的日曆除了分新曆和舊曆，還有24節氣。作為美食博主，也會根據時令選擇食材。4月是牡丹花，牡丹花不愧是我們的國花，被封為百花之首。花神是貂蟬，是三國美女中的榜一。腦補一下該有多國色天香啊！5月是紅彤彤的石榴花，為了5月石榴花看起來有趣點，特意設計了一個半切的石榴，連石榴紙都做出來了。如果要選一個夏季的代表花，那肯定就是6月的荷花。花神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，而是西施，天生麗質，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詞。傳說古代有花信封的說法，意思是說花很守時，到了相應的時節，風一吹就會準時的開放，而那股風就是相應的花信封。但是跟荷花沒有什麼關係，因為它都很準時。我猜是跟風沒有約定好吧。7月是蜀葵花，感覺少了點什麼，加個蝴蝶好像一下子生動多了。天氣不錯，就在院子裡畫吧。最愛的花是8月的桂花，又有多少人喜歡桂花香的？沒想到菊花是最難設計的，改了又改，又想跟前面的花不一樣。
山茶花就画成发簪吧，偏古风点。设计水仙花的时候，脑海里都是水仙灯，真的能放在水里吗？这个兜起来放煤油的，就可以把灯点起来，也太好看了吧！终于明白12月的花神是洛神，也是12花神里唯一的神，仙气都要飘出来了。画完了还缺个日历台，可以利用家里的物件。我是用了相框，直接贴一个磁石就可以了，也可以直接夹在学习或者工作桌上。你们可以1个月画1幅，这样还挺有意义的。一起看看效果吧。